佩洛西开了个坏头，韩国政客组团窜台，我们是该让他们长长记性，台湾牌不是韩国可以打的。众所周知，自去年8月，佩洛西当时作为美国的第3号人物，公然组团窜台，引起了全中国的强烈愤慨。因为佩洛西窜台事件不仅让台海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更关键的是，佩洛西开了个坏头，让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蠢蠢欲动，甚至又掀起了新一轮窜台高潮。这不，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前脚刚走，韩国国会副议长郑宇泽携代表团紧跟其后。可见佩洛西窜台以后，美国的盟友已经把台湾地区当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不过，韩国现在打起台海牌是准备挑衅吗？要知道，此前韩国历届政府都清楚知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底线，因此向来持审慎态度，即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就比如说，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在中美间玩平衡，力求不得罪任何一方，所以中韩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也非常紧密。然而，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后，似乎韩国已经开始倒向美国了。去年，尹锡悦政府不仅恢复了多项美韩军事演习，而且还为了讨好美国与日本破冰。紧接着，尹锡悦政府又出台了韩国版的印太战略，还纵容韩国政客窜台。很显然，尹锡悦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就是在为美国霸权服务，帮着美国围堵他国。尤其是韩国国会副议长窜台一事，对中韩两国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言人已经发布声明，此举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韩建交公报精神，并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目前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回想当年的萨德事件，中国没有像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对韩国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而是走和平路线，展现出了大国风范。可谁能想到韩国还要继续挑衅中国呢？只能说当年萨德事件我们还是太仁慈了。全球都知道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今韩国却在台湾问题上耍小动作，是该让他们长长记性，台湾牌不是韩国可以打的。所以韩国一定要好好想想后果，在地缘安全问题上一定不能欺骗中国，一定不要指望中国吞下国家安全的苦果来成全韩国在中美间的自以为是的平衡。尹锡悦政府唯一能保持的平衡就是不要配合美国打压中国，否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不管怎么说，以现在中国的实力与自信，一旦中国对韩国的实施制裁和报复措施，这后果还真不是区区一个韩国能承受的。要我说呀，不揍疼他们怎么长记性呢？不信可以走着瞧。